你们觉得灵魂是存在的吗？他们认为这个意识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电信号去收集的。如果人类没有灵魂，那么人工智能肯定能打败人类。人工智能也可以谱曲，也可以作画。有人去做过这种实验，就是可能你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关于这方面？我觉得人肯定是有灵魂的，然后 AI 的话，也许已经有了灵魂。在我半岁的时候嘛，当然我那个时候没有记忆，但是我听我老爸老妈说，然后有一天午休的时候，突然我就是呼吸停止了，心跳好像也停止了，然后怎么叫都叫不醒我，然后我爸他特别恐惧，特别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哥哥的妻子，那是相当于我爸爸的大妈，我大奶啊，他那个时候他还活着。他认为是我奶奶，我去世的奶奶的灵魂来找我了，因为他在生前的时候跟我爷爷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所以他有很大的一股怨气嘛。他现在他想把我给收走，去陪他去，所以后来他就在我奶奶的那个牌位上头就不断的去劝，因为他姐俩之前生前的时候关系特别好，然后就不断的去劝他，哎呀，你消消气吧，没什么好纠结的呀，不用纠结啊。然后后来就那么半个小时之后，我就自动的就恢复好了。你身上还发生过这么神奇的事情？那个时候你有这种记忆吗？还是后面他们给你讲的？我听大人说的。然后小的时候呢，每次我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住院嘛，然后因为是独生子女嘛，一般稍微有一点事儿的话，家里大人都紧张的不得了。但如果是说有5个孩子的话，那都会觉得就是生病什么都是正常的，最后大部分其实都是会自愈的。可是呢，就是我一旦而且我总是感觉脚酸，然后就头痛头晕，然后就是基本上每一次只要是说去找医生嘛，因为我们在那个当时鄂州郊区，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住的一个公寓楼嘛，公寓楼下头有一个门诊，那位医生他总是说这是因为中了迷其实就相当于是被灵魂附身了嘛，那种感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灵魂，关键是我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怎么那位医生他自己才是中了迷，他怎么什么都往那方面想。好，然后后来有一次我6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习俗怎么样，我们那边只要有人去世的话，就是在0几年包括在1几年的时候都是会相当于家属披麻戴孝嘛，然后有一辆车，然后旁边有个鼓号队嘛，就是相当于敲锣打鼓奏乐还放鞭炮，把他送到火葬场，然后在火化之后骨灰给他送回老家给他安葬嘛，就是但是呢他有时候奏了很多都是喜乐嘛，实际上是已经去世了，但是所有人都戴白就是那些家属，然后就是现在没有了，但是那几年0几年1几年的时候，经常你会听到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然后奏乐的那个声音嘛，声音好。然后我记得我6岁，那是6岁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那个鞭炮嘛，那个时候还是快过年的时候，有那个声音。好，然后呢，我就赶紧把那个窗子打开了，我说放鞭炮喽，过年喽。然后后来我爸特别紧张，哎呀，你不要去，千万不要打开门。我打开门，然后一看，下头就是那种就是所有人都披麻戴孝嘛，坐在车上头，然后可能有一口棺材嘛，那个车正在往那个地方走，就是地上都是那个鞭炮的碎花，后来在那之后我就那个就是反正看的时候有一种恐惧吧，后来就住院了有小半年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对那住院的话，医生怎么说啊？反正不就是我们在我们老家的那种妇幼保健医院，医生他不就是说，就是什么那个病毒性感冒除了打吊针的话也没什么，而且我们那边医生一搞就打一针就好了，直接去打吊针。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地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个 DNA 在湖北出生，然后就特别湖北的病毒嘛，我说的不是那种就是临界的病毒，就是普通的生物学的病毒，它就很容易就入侵我。
入侵我身上。我基本上后来包括上初中的时候，就基本上，而且你想初中都是那种大班大教室，我们当时一个班，初中的时候差不多80人，然后高中的时候是接近50人吧，然后那密度又高嘛，很容易不就感染了嘛，然后但是我搬到印度去，搬到爱尔兰去，基本上1年只感冒发烧最多1-2次，如果在湖北的话，那可能每个季度都有1-2次。那是不是跟人口密度有关系啊？对，然后再跟气候可能有点关系，可能就是湖北的病毒就特别适应湖北的 DNA， 但是到国外的话，它可能那个病毒还没有进化出来。很有意思。对，然后再就是之前我也跟你有说的嘛，就是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在5岁，也不是5岁，就是4-5岁，不，更早一点，2岁的时候，我2岁的时候有记忆嘛，就是99年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时候刚刚学说话嘛，就是你想理解理我他的时候，就是因为小孩的时候你在那个就是那种就是1-2岁半岁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就是你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区别，你会觉得万物都是一体的，甚至说你觉得你就是整个宇宙，你就是整个世界，然后但是小孩的话，因为还是我们前面说嘛，因为你这个物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需要不断的外界的能量摄入嘛，你肚子饿了渴了冷了热了你都会感觉到不适，但是小孩的话呢，因为词汇量没有那么丰富嘛，所以唯一会的语言就是哭嘛，就哇哇大哭，最后妈妈就会过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虽然我都不会说话，但我感觉这个怎么这一个女性，这个大人，她怎么对我那么友好，她那么亲切，其实那就是我妈妈嘛。然后但是呢，每次我妈妈她过来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恐惧，因为我感觉我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内心心理活动的变化，但是我感受不到那个庞然大物的内心心理活动的变化。她在想什么，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不知道你就有矛盾，就有恐惧嘛。但是她对我表现出来都是母爱，都是很友好的。好，这是第一号。好，后来我再开始理解你和我他就是人称代词之间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时候每次我大脑里面就有一种像嘛，那个时候大概2岁还没有到3岁，绝对是98、99年的时候，然后那个像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在一个办公桌上头，在一个房间，那房间有一点点昏暗，然后呢，房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像很大的董事会的像董事会的办公桌，然后呢，坐了有一位短发的一位30多岁、40岁的一位女性吧，然后那位女性。然后它整个色调有点像那种就是绿色的胶片，那种色调哈。然后旁边另外还有几个人，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不断的很耐心的来教我说话，然后来告诉我，你我他之间的概念嘛。然后而且说的是老家的方言，因为呢那是我能听懂的第一个语言，就是湖北西南官话嘛，其实跟你们那边也很像，对。然后你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然后每次。后来就是等我就是回过神来的时候嘛，我妈妈过来了，她再来接着去教我嘛，或者我妈妈她过来，她想抱一抱我，然后我是一直我都不知道，就是他们到底是谁，当然是对，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好像感觉是我的几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都是大人，好，直到是说今年嘛，后来我跟你有留言的时候，我再去问我爸爸，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个穿着描述嘛。因为我奶奶她去世的时候，她只有44岁，44岁，她得白血病去世的，1979年，然后那个时候差不多是1999年了，她相当于她可能她有某种执念吧，她一直是说等了20年，她想看到我，她才去轮回投胎，她到中阴身的阶段一直坚守了20多年，然后。然后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我奶奶，但是那在我4岁之后就再没有感受到了，就是你在完全会说话之后，然后再就是我3岁的时候嘛，就是或者说那个3、4岁的时候，你就每次只要是说那种就是叫乍暖还寒的时候，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我总是会有一种很抽象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春眠不觉晓嘛，很想赖床，或者把我被我爸爸带到哪里去的时候，然后总是有那种那种感觉。然后我在我那个时候的词汇范围内，我给他发明了有一个词叫乙六天，我也不知道是那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我经常那个脚麻，就有时候你一站着那个整个脚就麻了嘛，就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述嘛，就是反正那种体验很不一样。然后如果再要谈那个就是灵性的那个话题的话，就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就是特别的，一面是特别的焦虑嘛，我很想去那个时候能够得到那个爱尔兰雇主担保的工作签证然后不知道他能不能办下来，然后另外一方面为了缓解我的那种焦虑，我在不断的去读心经嘛，我当时在学有一些佛学的一些法门，好，然后呢也看有一些玄学的一些书籍，一些宗教的书籍嘛，然后他就讲到你如果心经念到一定变数之后，你会受到托梦。好，然后托梦的话，如果你会看到你去世的亲人，如果去世的亲人他是那种就是整个很阴森很恐怖的画面嘛，那他有可能是在下面的那个世界，但是如果是说他是周围是闪着白光的话，那他可能是说在比人间稍微高一点点好一点点的那个道上头。好，然后我就梦到了我爷爷，我爷爷是18年去世的那个时候23年然后梦到他好像我想跟他说什么话，他都没什么反应，就不断的催快走催我，但是他周围是闪着白光嘛，他好像一直在催一件什么事情。但是我在那个梦里面，我是梦到他怎么跑到爱尔兰来了，然后我梦到他想留在爱尔兰，这是我梦到了我爷爷，只是在梦里面然后后来在那个梦之后，果然是我基本上是说在最后一秒，夸张一点就是最后1秒钟把那个签证给续上的，延签续上的。好，然后后来最近我也梦到我爷爷，他是在一个就是金色的麦田上头，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平和吧，我说什么我不记得，但是我就对他说，其实我现在很想你，我特别的想你，好多年都没有见到你了。然后反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比较真实的体验吧。你爷爷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们还剩下45分钟。对，我爷爷18年去世的。那你从小是跟你爷爷奶奶待的比较多吗？我跟我爷爷待的有点多，我奶奶去世了嘛，我奶奶1979年就去世了。你奶奶走的特别早。对啊，跟我爷爷感情还挺好的。那个时候一般你也说，你说呗，我没什么好说的。那时候怎么？你说？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村嘛，在古代的时候都是一些，基本上都是那种收租子的，那种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二代们嘛。后来解放之后嘛，我们老家在长江边有一个周桥部队，就是专门来练习抗洪抢险的那种。好，然后呢，就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嘛，就是有传言那个部队肯定要得搬走。邓小平不是精兵简政嘛，搬走了之后那肯定要建厂嘛，建厂之后那我们周围的村民不都可以就是从农民变成工人嘛，所以那样子的话那就更不好好读书，而且基本上放了学之后都到部队的电影院里面看那些革命题材的电影。好，然后但是隔壁有个湾我们管村叫湾嘛，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山路三点水的那个湾，南泥湾的那个湾，对，然后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个湾，他们条件没那么好，但是反而就是塞翁失马嘛，他们就是知道肯定是必须得读书。好，然后呢，在2023年的那个时候，我表哥我堂哥，我爷爷的另外一个孙子，他高考嘛，然后就是反正考到一个很一般的学校，但是同一年哈，然后隔壁的有个村，当然我现在其实就知道了嘛，他就是考到了申请上的美国大学的博士了嘛，但是当时我爷爷他只是农民嘛，他就说的不是特别那么仔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说我现在心里面很怄气，你看翟家湾，翟就是
那个就是翟志刚的那个翟嘛。他说你看翟家湾他们那孩子都已经考到美国去了啊，然后而且他一年是1万，我们老家管美元叫米元嘛，1万米元的那个奖学金，1万米元，而且1米元相当于8块钱人民币，就相当于一年8块钱，一年8万人民币。那个时候23年哈，23年，那个时候就是那8万不是23年，03年嘛，02年8万人民币。那你在老家可以盖很好的一套房子，对吧？然后后来还说他找到了美国的老婆，然后后来我爷爷就说你将来你长大你一定要去美国读博士，如果你能够考到美国去的话，就算我挂了，因为他说他肯定看不到那一天的，他年龄大了，但是他就算死的话，他在棺材里头他都会绑得好好的，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反正这是他说的嘛，对。然后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那个就是相当于村的那个大队，那个时候是叫生产大队嘛，他是那个大队长。好，然后呢，他说他有一次的时候，接着说，还有1分钟，还有1分钟。对，他说他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在回来的时候看到了鬼。就反正他自己说是鬼，你也不知道是啥东西。我爸的原话就说是一个没有头的一个身体，突然就挡在路上，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你，也没有反应，没头嘛。就后来我爷爷直接吼了他一句，他说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又没犯什么错，你在这里干什么？赶紧走开。然后那人就退到黑暗的地方去，就不见了。后来他回去了，这是我爷爷说的他的那个经历。对，然后。所以就是类似的这些故事嘛，我看现在时间不多，我们再开下一期来聊，好不好？好。好，那谢谢你们了。太客气了，好，咱们就闲聊嘛。好，那我再开一期啊。好。现在马斯克做脑机接口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正在做这种事情。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认为，收集这些大脑里面的这些电信号，就可以破解意识，构建这种脑机接口啊、人工智能啊。其实他们都是因为有这种生理学，就是生命这种神经科学的发展，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意识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电信号去收集的，也就是从根儿上就把这个有灵魂存在的这种可能性给排除掉了。就如果这其实也是一个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打败人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如果人类没有灵魂，那么人工智能肯定能打败人类。但如果人类有灵魂，就是它是不可被这些物质设备、脑机接口所探测到的，那么人类跟这个人工智能去做对抗，它还有一席之地。你们觉得灵魂是存在的吗？或者你们觉得从哪些方面可以感知到灵魂，或者说你生活中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人或者生物一定是有灵魂的，或者是你觉得没有灵魂的，就是有没有这种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感受可以讲一讲。可能就以前大家都觉得机器不可能有灵魂，但是现在 AI 给人的感觉是它逐渐在破解一个又一个像是有灵魂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拥有一项又一项以前人们认为只有某些动物或人才能做到的有灵魂的事情。比如它可以展现出类似于人类情绪的表达的语言，它可以表现出类似于自我反省和对于自己
以前发言的一个反思的认知。对。还有可以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物理规律的理解和应用。对，就是以前我们会认为这种理解能力还有这种认识能力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机器是很难具有的。现在机器可能已经有了，不是可能是已经有了这种能力。对，而且拥有越来越多了。对，就是以前我们认为可能人可以去搞艺术，机器不行，但是现在其实人工智能也可以谱曲，也可以作画，而且就是有人去做过这种实验，就是当你去告诉这些观众或者听众，这个作品来自于某一个大师，然后听众会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有灵魂，非常有天分和艺术感。但其实这个作品来自于 AI， 来自于机器，就是这些人无法通过他的经验和感官去分辨这些东西。对，就是我一个又一个图灵测试了。就是人的感官已经很难去分辨这个机器它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了。甚至连 AI 自己都分不清，有些东西是 AI 生成的，还是人类所创造的，就非常扯。比如说现在，就是各个研究机构和学校推行的 AI 查重嘛，那其实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啊，而且那玩意儿根本就不准。他可能会把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就是人类文学大师创作的作品，认为是 AI 创作的。对，就是这东西完全没法做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估。对，他脱离了客观性了。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是这种写作风格呀，对不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